作为一个优秀的钓鱼佬，秉承着甘在人在的理念，出海钓鱼的我，果断的用自己打的窝。我家是内陆城市，淡水钓的不过瘾，便想着海钓，约了3、5个钓友，租了艘游艇，正想着感受一下海钓的乐趣，结果中途遇到一条大鱼，我一个没站稳，被拽下了海，直接用自己打的窝。迷糊间醒来，正回想着自己怎么在这陌生的环境，紧接着脑海里就多了一段不属于自己的记忆，这才发现自己窃居了别人的身体，穿越到了2005年一个年轻人的身上。经常穿越的人应该知道，穿越带系统，好运少不了。恭喜宿主获得赶海系统。赵南风，22岁，20岁考入国内某重点高校，不过也只上了半年，后因母亲去世和娃娃亲对象劈腿，双重打击之下选择退了学。回家之后成了咸鱼，稀里糊涂的混了2年，从之前人见人夸的好好学生，变成了现在众人口中的二流子。这原主也太帅了吧，居然让我给碰上了。赵南风发着癔症，想着是不是再淹一次看能不能回去，毕竟原主真的很怂包。恰在此时，门口探出一个脑袋，傻憨憨的走了进来。哥，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我奶今天做米饺，我想着你肯定还没有吃饭，就带了几个给你。来人约在18、19岁，面色黝黑，还带着一丝稚气，是赵南风的小跟班，叫阿虎。他父母有一次出海出了事故，2人都没回来。那年阿虎才6岁，后来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。哪个小混蛋偷吃了我家的鸡，也不怕生儿子没屁眼，缺德带冒烟，吃，看不噎着你。小王八羔子，自己没手没脚啊，就知道偷。我家的鸭子，那个缺德鬼偷的，别被老娘发现，要不然有你好看。阿虎，你说他们不累吗？哥，这2个女人就喜欢大惊小怪，不就吃了他们1只鸡和1只鸭吗？咱们吃他家的，那是咱给他们面子。好好说话，不要搞得咱像打家劫舍的土匪一样。哥，这不是之前你教我的吗？那是以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对了，你口袋有钱吗？哥，昨天还剩7块，1包烟3块5，1瓶酒3块，原本还剩5毛的，你非要买1包花生米，说是好下酒，然后就没了。行了，那你回去吧，有事我去找你。哥，今天目标是哪家？要不去顾3家？他家后山养了几只羊。滚蛋！鸡鸭偶尔偷1只还不算啥，偷羊就要被送去采缝纫机了，知道不？快滚！那好吧，哥，有行动记得叫我。真的是自己废物也就算了，还把人家孩子给带歪了，罪过。把人赶走之后，我再度打开系统面板，页面上只有2个数值，分别是运气值0+5，打野功勋值20。赶海打野的收获可以提升宿主基础的运气值哦，运气值越高则好运不断。除了基础运气值，宿主还有波动的运气值，加号后边的数据越大，说明宿主当天的运气越好。宿主每解锁1个海上打野的新物种，根据物种的稀有程度、价值高低，就可得到相应的功勋值。功勋值则可到系统商城购买对等的赶海工具，只有使用系统购买的工具，才可享受系统幸运值的加成哦。宿主快去赶海吧！系统商城，我去，还真有不少的赶海工具。咦，居然有钓竿，我的最爱啊！不过看到底下的标价，他的心情立刻不好了。一根钓竿居然需要3000的功勋值，我的功勋值只有20点，只够买1个沙铲。只有系统的工具才能享受幸运值加成。算了，那就先买1个沙铲吧。拿着崭新的小铲子，正想细细端详一下，这时门外又走进来一个人，他是原主的大哥赵平，是个很踏实能吃苦的人，承包了一片林子种植水果，农闲时还会到码头做些零工，现在已经结婚，育有1儿1女。这是50斤的米，够你这个月的了，吃完再跟我说。赵平看了眼赵南风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。那2家的鸡鸭是不是你吃了？见我不回答，他再度看了眼门外，偷偷从口袋里掏出1张50的纸币塞给了我。别和你嫂子说，这是我前2天赶海捡了2只大青蟹卖的钱，你也省着点花。大哥转身走了2步，还是忍不住道：南风，你都22岁了，还要一直这样下去吗？说罢便要走。我知道了，哥。赵平脚步一顿，双眼直直地盯着他。这是母亲去世后，我第一次和他好好说话，好一会才道：好，知道了就好。那2个妇女我帮你打发了。这个大哥很老实，他所谓的打发，无非就是赔偿。南风没回赵平的话，将他给的50块握在手里，往2个妇女面前走去。2个妇女正骂得起劲，但见他往这边走，又有些害怕起来，想着到底是接着骂，还是立马跑路回家叫男人来。不过当他们看到身后的赵平，心才慢慢的放下来。你家的鸡多少钱？30，你要是赔的话，20也行。你家的鸭子呢？20，要不15也成。50块，赔你们2人，2听可以吧？可以。可以。 2人拿着钱，一脸笑意的跑了。1上午的口水总算没有浪费。
南风哪要赔钱？等哪天你嫂子回娘家，我从家里一样抓一只赔给他们就行，家养的不费钱。大哥，那50还有之前你给过我的，都算我借的，我有双手能挣的。好，对，你能挣，你可是高校大学生来着，脑子好使，只要想挣就一定挣得到。看着大哥一脸笑意的回去，我想了想，似乎留在这里也不是特别坏的一件事。第一次出海钓鱼的我，直接用自己可晕，阴差阳错的穿越到了2005年，一个年轻人的身上，意外获得了赶海系统。接受现实的我，决定赶海发家致富。这和普通的铲子也没啥区别啊。或许是因为购买了铲子，在系统里消费了的原因，系统面板上幸运值一栏的数值变成了0+18，相较之前提升了13点的幸运值。男人至死是少年，哪有不死？南风趁着这股热出劲，随意找了个桶，右手铲子，左手桶，打算到海滩去试试。你干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这一声不仅把另外3个大婶吓了一跳，连南风也是猛地一惊。曲婶子，你想吓死人啊？老赵家小二，妈呀，你怎么这个打扮啊？皮肤嫩不经晒。你不该在家睡觉吗？跑海边来干什么？睡觉没意思，我来赶海。南风并没有走远，他知道这帮人肯定要议论他。就他那样子还赶海，每天潮汐都不看，人家是退潮赶海，他倒好，这都快涨潮了才来。哎呀，一个大男人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自己皮肤嫩不经晒的？笑死！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，说的就是他。就他那样的还能考上大学，我估计肯定是抄的答案。老曲啊，你家娜娜做的太对了，就该早断了这人的念想。这要是嫁给了这货色，娜娜一辈子就毁了。没错，虚英就是原主之前娃娃亲的丈母娘。那不能这样的，谁看得上？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他老子什么样，他就是什么样。也就之前怀平还有点像样，现在怀平一死，他家也就完了。怀平便是南风这具身体的母亲。听到对方提及母亲，又提到了自己的老子。虽然南风并非原先的南风，心头也是没来由的升腾起一股子怒意。你不是去赶海吗？快点去，马上就要涨潮了，我们也要回家了。脸皮再厚的人，背后说人坏话被现场抓包都会有些不好意思。曲婶啊，我和尹娜订娃娃亲的时候，你家可是收了我家一袋米，现在娃娃亲铺说了，那大米你得还给我吧。就你还好意思要那袋大米？我还说你耽误我家娜娜，跟你之前扯上那点关系，把我家娜娜名声给毁了。可千万别再提娃娃亲，你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。你知道为什么尹娜会说娃娃亲作废吗？你确定不还那袋米？还什么米？根本没有那回事。我告诉你们一件事，其实尹娜刚上大学就和一个男生钻小树林子，刚好被我……赵南风，你敢败坏我女儿名声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其他几个妇女皆是双眼冒光，多好的八卦呀！看向南风的目光中带着鼓励，希望他接着往下说。算了，和你们几个人说没意思，我看能不能到村委借一下大喇叭。看门的老邢要是不答应，大不了揍他一顿。别急，今晚6点准时，我会说的很详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还偷偷跟过去，那场面……啧啧2声，把旁边3个妇女说的抓心挠肝的，曲英差点背过气去。赵南风，你先，我还你家一大米。最迟晚上，不然我就广播。南风看着气急败坏的曲英，学着对方刚刚的样子轻嗤一声，这次是真的离开了。老曲，原来是娜娜做了对不起老赵家的事啊。是啊，要真是这样，那赵小二也没啥错啊。这么说，刚上大学娜娜就谈了新朋友是吧？长啥样？哪天领回来让我们看看。没有，根本没有的事，是那小畜生胡编的。你们不要写，更不能慢嚼舌根子。曲英对着几人一阵的咆哮，他越是声嘶力竭，大家越认为是真的，个个目光玩味。另一边，南风压根没将刚刚的事放心上，反而有些高兴。哎呀，又多了一担大米，今天真是个好日子。我才不在乎他们怎么说，反正我的名声早就烂大街了，也不在乎多这一次。而且，在一个群体中，当恶人永远比当好人日子要过得舒坦。咦，这是橙子，长度有10几公分，拇指粗细，还挺肥。今天终于不用空军了。恭喜宿主第一次获得赶海收获，幸运值+1，功勋值+20。之前买了沙铲已经清零了，没想到一个橙子又增加了20。看到2排数据的增长，这下更是动力十足，干得更起劲。顺着之前的坑接着挖，没一会又掏出一个蛏子来，相较之前所挖的那个还要更大些，有2两左右了。而随着这个蛏子入桶，幸运值变成了2+18。原来使用系统工具，每收获1件海货就可以增加1点幸运值，果然是越努力越幸运。不过功勋值倒还是20，没有变化。南风大概也弄清了，捡到新的物种还可以增加相应的功勋值。接着干，蹲下身，挑了一个最大的孔便再度刨了起来，嘴里还轻轻哼着。
在大大的沙滩里面哇哇哇，挣小小的 money 怎么也不够花，在小小的工作岗位哇哇哇，吃领导的饼和同事的瓜，口干舌燥，失算了，只顾着保护皮肤忘了带水。哥，是你吗？见到阿虎，南风像是见到了救星。阿虎，快回去拿点水过来，我快渴死了。哟，哥，真是你啊！挖个什么劲？咱回家喝就是。我不回，我要赶海。哥，是不是你昨晚喝醉酒，不小心摔的那一跤，把脑子给摔坏了？快点，别啰嗦。南风接着挖，自己的桶已经装了一小半，怎么说也有3-4斤了。哥，你真的没事？滚蛋！哥，要不我帮你挖一会儿？行，那你干一会儿，别整天游手好闲的。咦，我怎么挖不到？不应该，这明明是称王洞。几分钟过后，阿虎挖了一个不小的坑，但手探下去摸了片刻，一无所获。阿虎不死心，又换了一个更明显的孔，结果居然是一样的。看来想偷懒都不行。系统检测宿主将工具交由他人使用，绑定工具人后，对方享有同样的幸运值加成。宿主可随时解绑是否绑定工具人。还有这好事，必须绑定。下一刻便传来了阿虎惊喜的声音：“哥，我挖着了，乖乖，这个好肥。”不错不错，加油！卖了钱晚上喝酒。哦，原来哥是没钱了。行，那咱俩就看看能挖多少。你先挖，我再去找个工具。哥，你放心吧，这里交给我。南风绕到了巨石后边，犹豫了一下，又从系统里购买了一把沙铲，也将刚到手的20公勋值给花光了。不过他不后悔，现在对他来讲，没有什么比钱更实在。哥，你从哪又找来一个沙铲？从那边石头滩捡的。别废话，快点挖。哥，你运气真好，这个铲子这么新，买也要好几块呢，你居然就捡到了。可闭嘴吧，快点挖。哦，哥，聊天吧，好无聊。行，聊什么？要不聊聊大学是啥样的？大学啊，是可以让你快速成人的地方。那你和尹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啥，自己不上进被人甩了呗，很正常。阿虎，你要记着，钱是男人的胆，说啥也没有钱重要。你只要有钱，漂亮的妹妹就会乌泱乌泱的贴到你身上，到时你都会挑花眼。哥，听说镇上开了个洗脚店，要不哪天咱去他2楼看看？出息！南风都无语了，看来这孩子给之前的自己带的偏了不是一点点，刚刚的金钱论算是白说了。快点挖，挖了卖钱，哥带你去体验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龙的传人。还是去洗脚吧，听说还能上手。哥，我还没摸过呢。滚！上午9点钟左右出门，这会儿差不多12点了，带的一壶水已经被喝了个干净。中间阿虎不仅回去打了一壶水，还又提了一个桶过来，新桶也已经装了有2/3，但是地上已经找不到称孔了。南风不死心的打开系统面板，现在上面的幸运值变成了193+0。基础幸运值越高，则代表宿主可碰到的海货越有价值，而实时幸运值则决定宿主收获的数量。差不多明白了。等于说现在实时幸运值清零，所有的海货都不可能有收获了。阿虎，收拾一下，我们去卖货。哥，要不再找找，我们把这一桶也装满。再找也是徒劳了，走吧，看看今天能卖多少钱。哥，多的我来拎。你怎么不说2个桶都你拎？哦，2个。行了，别扯淡，快走吧。两人拿着赶海的收获，晃悠着往旁边的码头走去。路上不时的见着人，看到两人桶里的东西，都会惊呼一声：“我丢！你们居然挖了这么多称王！”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就你俩还能挖到蛏子？我去，在哪挖的？挖这么多！我天啊，这不得几10斤蛏子啊！来到码头，这里有3、4家海鲜收购点。哥，这一家门口站着一个18、19岁的姑娘，姑娘有些瘦，个头顶多1.6米，五官清秀，就是有些黑。南风哥，你来了。看到南风过来，女孩面上多了一丝笑容。哟，萍萍越来越漂亮了。我呢，萍萍，我也来了。我哥还是我拉来的，我们找了好货，我想着就卖给你家，价格啥的好说。阿虎的嘴就像是借来的似的，一个劲的哒哒个没完。又是你这个小子，快点滚蛋，再到我家门口来，信不信我揍你？你回屋去。林平向着自己老爸轻哼一声，扭身进了屋。小鬼，就是你天天在我家晃荡是吧？信不信老子打断你的腿？滚滚滚！老林，都怪你姑娘长得太好了。老林啊，这是咋了？新女婿上门，你拿着棍子干啥？旁边都是收购站，大家也算是竞争对手。虽说平时关系也过得去，但现在碰到能恶心一下林父的事，自然也不会放过，一个个开着玩笑。老林的双眼都快喷出火来了，目光不善地看了一圈众人，然后又扬了扬棒子看向两人。还不滚蛋！南风无语地看了一眼阿虎，这货平月里都在干啥？老林，我们是卖货的，你要不收我可就找别人家了。
卖个屁！你们那点小心思，真当我不知？话说到一半，就见南风踢了踢放在腿边的桶。刚刚大家只顾着看热闹了，谁也没注意到他腿边的桶。称王哪来的这么多？个头真不小，而且像是刚挖的，真新鲜。天啊，你俩从哪搞这么多称王？你俩不会是出海了吧？在哪个岛上逃的？哟，个头真大，还这么肥。南风啊，你能挖到蛏子？你们该不会去哪家养的塘里偷的吧？南风，老林可还拿着棍子，要不卖给我，价格你放心。野生还是养殖的，能逃过你们的眼睛？老罗，我倒是想卖给你，可是我兄弟不答应啊，他就认准了老林这里。老林嘴角抽了抽，不过这次倒没有再骂。做生意哪有把顾客骂出去的？正如南风所说，是养殖的还是野生的，他们天天收获，哪有认不出来的？而且这年头，想一天时间挖到这么多野生称王，几率太小了。嚯，我收了，16块1斤。林叔，你可不能坑我呀！这养殖的称王都卖到20来块了，我这可是纯野生的，你给16块也太低了。你看，我就看中你家了，知道林叔做生意最是实在，你再给涨涨。老林有些哭笑不得，两人各自都认识，但从来没有深打过交道。没成想南风还是个自来熟的性子，这一口一个叔，搞得他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18块，再高没有，我收来也要担风险，卖不出去可要砸手里。林叔，我就问你，这段时间收过个这么大头，还是纯野生的称王没有？老林颇为老实的摇了摇头。收到倒是有，关键是一次最多也就2、3斤，能这么多的，好久也没碰着过了。林叔啊，这么好的品质，你送到海鲜市场，我真担心你还没进去就给人抢了。这要是碰着一个老板就喜欢这一口，到时价格还不是你说多少就是多少。你也知道我的情况，原先有点犯浑，现在不是想着好好过日子吗？你说你压我这么个人的价，你亏不亏心？老林被他给说笑了。你还知道你之前犯浑了？你小子这张嘴真是能把死人说活了。行了，就凭你说想学好，我就亏本也收了23块，领天了。行，我信林叔，你说多少就是多少。南风在心中也琢磨着这个价应该差不多了。你小子真是个小滑头，把我的利润都给榨干了，还这样说。码头上，赵平今天没上山，送完米之后便来到了码头做事。阿虎又去撩拨老林女儿，你弟也在要和老林打起来，动棍子了。阿平，你弟调戏老林女儿，老林又打他了，还动了棍子。阿平，你弟和老林女儿要私奔，被老林用棍子给拦住了。阿平，你弟和老林女儿有孩子，要带他私奔，被老林给抓了。赵平听到后，怀着一颗海饭的心，慌忙跑到了收海鲜的地方，然而眼前让他目瞪口呆。南风，这些蛏子是你挖的？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挖了不少的蛏子，过来看一看。总共42斤，1092块。林叔，我没零钱找你，要不直接算1100块吧。老林正在拿票子的手，听到此话动作一顿。你丫没零钱，我有。但想了想，几块钱也懒得再掰扯，点了11张红票子递给了南风。林叔，走了，下次有好货再卖你。阿虎，以后你只要跟我赶海，收获就有你2成，亲兄弟明算账。你如果觉得少了，那就自己单干。我不要，跟着你玩是我自己愿意的，还收钱，我还要不要脸了？你也19岁了，你奶今年应该也有60了吧？我奶63岁。对呀，都63了，你说他还能再干几年？你没父母，我有老子跟没有也差不多。我有大哥，但他也有家庭，有自己的孩子老婆，所以我不能指望我大哥。你奶都这么个年纪了，你还想着一直吃你奶的？你要想想怎么给你奶养老了。阿虎，打今天起，咱要换个活法，让村子里的人以后见着咱俩都要竖大拇指，要把村子里这些人都给比下去。阿虎性子跳脱，但是不笨，这一番话他多少能听进去点。哥，我听你的。那就快点将钱装起来，20块留着自己花，200块给你奶帮你存着，你奶肯定高兴。行了，去吧，记着，你长大了，接下来你奶要靠你养老。我知道了，哥。啥时候功勋值能把鱼竿和鱼线鱼钩换出来？作为一个钓鱼佬，对于钓鱼是执着的，想到这些，他就感觉到手很痒，有想甩2竿的冲动。哥，你听说没？听说什么？赖包家的媳妇和林老二家的媳妇下午打起来了，听说衣服都被扒了，可惜我没看着。说到最后，阿虎一脸的惋惜。南风过了一下脑子，才知道他说的2个妇女，便是清早在门口骂街的。不是给50解决了，怎么2人又打了起来？阿虎听他问原因，直接笑得打颤。快说，吃了蜜蜂屎啊？笑得那么开心。哥，你真是太高了，哈哈哈，太厉害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时你问他们鸡鸭值多少，2家怕你不赔，所以都报的有些低。你不是给了50吗？赖包媳妇拿着的，他就给了林二家15块，林二家肯定不干，
说他家的鸭子值30块，最不济也要分一半。赖包家说自家的鸡值40，收35块已经亏了。两家住隔壁，女人心眼小，本就有些不对付，这下彻底爆发了，骂得不过瘾，就动起手来了。南风听罢摇了摇头，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。哥，你不晓得，现在他们都议论，这就是你布的局，什么古有2桃杀3是啥的，还说到底是读过大学的，心眼子就是比别人多。两家原本也想来找你的，他们又不敢。南风都懵了，什么跟什么？自己给钱，是认为吃了鸡鸭该给钱，口袋就50块，也没零钱啊。你个王八蛋瞎说的，改天揍他。不是哥，人家给你传名声呢，以后看谁还敢惹咱，随便出个计就能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。滚蛋！这是我不是有心的，纯粹意外。对，是意外，咱可不能让人抓住把柄。南风心好累，懒得解释。夜里，南风来到阿虎家，在后窗敲了几下，这是他和阿虎的暗号，动作轻还不影响另一边睡觉的老太太。哥，是你吗？打一壶水。对了，你家里有手电不？有，也带着，快点。哥，你白天不是说金盆洗手了吗？现在啥情况？嘴上抹石灰，白说了。南风没好气的在他头上拍了一下，满嘴顺口溜，你想考研啊？走，咱俩去赶海。啊，大半夜去赶海？咱要混得比人好，让你奶脸上有光，就必须要比别人勤快。行，都听你的。两人来到白天翻的那片沙滩，发现有数道手电在那边晃悠。打听清楚没？赵老二真的是这片滩上挖的？娘白天打海里刚好碰着赵老二赶海，说就是这片。阿虎，走吧，这里没东西可挖了。什么玩意？这帮人真不是东西，这里可是我们发现的。哥，要不过去把那几人揍一顿？阿虎愤愤不平。你虎啊！看灯光那边至少有7、8个人，咱俩打得过。况且大海又不是咱的，谁不能来？走，我们换一片。哥，要不我们去泥滩那边吧，说不准还能捡到螃蟹。行，那就到那边。两人来到村子西边的滩涂，这边几乎看不到啥灯光，偶尔有远远的灯光，那也是夜间作业渔船的光。找找看有啥。两人一人一边，低头找了起来。没一会，南风便大喜起来，因为他脚下又有很多的洞。哥，找到了啥？有蛏子洞，我挖挖看。只怪原主这个海边人也太废，所以南风压根分不清啥样的洞不一样，只当又是蛏子洞。挖了片刻，铲头突然挑出一根软软的虫子，通体呈淡红色，足有10来公分长。我去，海边的蚯蚓好肥！哇，哥，居然是沙虫！哥，这不是蚯蚓，是沙虫！你瞧瞧。南风接过手，很神奇，刚刚看是软的和蚯蚓无异，现在居然变得很短，比小拇指稍细一圈。哥，你也没说错，这个也叫海蚯蚓。挖来钓鱼，那多浪费啊！这个很贵的。听到很贵，南风双眼一亮。多少钱一斤？我也没卖过，咋知道？反正挺贵，应该比我们昨天挖的称王贵。我听人说这玩意大补，很多大老板就喜欢这个。南风想了想，说不得今天系统的好运气就要着落在这个小东西身上。那还等什么？这一片好像都是，挖吧。这一片洞太密集，两人也不用找洞挖了，索性就一片片的翻过去。哥，我还没吃过这玩意，挖得多，要不留一点咱尝尝？咱俩年轻又是光棍，你不怕吃了睡不着觉啊？我是想着留一点，让我奶尝尝。这个可以，到时留个1、2斤。谢谢哥。废什么话，快点干，争取天亮前咱把这片挖好。还好我们没下去，这一片应该潮水涨不上来。哥，挖有几斤了？不知道，小半桶了，快点挖，天亮给人看到，那就不是我们的了。对。南风庆幸着，这具身体也不是一无是处，还给自己留了一个不错的小跟班。要是自己一个人晚上倒是赶出来，但这么一人挖着也太枯燥了。两人3、4个小时，把上千平的地给齐齐翻了一遍。南风看着系统中时幸运值1零，最后1点幸运值清空，将铲子一扔，别挖了，没了。此刻系统的幸运值变成了493加0。不对啊，挖了半天才挖了300条，看这边上的2桶，怎么也不止300条啊。单个品种单日最多可涨固定幸运值300点。靠，居然还有上限！而功勋值一栏中变成了50，这也能看出系统判定沙虫的价值高于昨天挖的成。哥，我腰都快要断了。小孩子哪来的腰？阿虎直接躺在了地上，嘴里嘟哝道：“奶奶个腿的，钱是真不好挣啊！”走吧，一人1桶，卖货。听到卖货，阿虎又来了力气。哥，咱还是卖给老林家成不？行啊，只要价格公道，卖谁不是卖？话说，你真喜欢林平？嘿嘿。阿虎难得害羞的笑了笑。
那姑娘不错，你小子好眼光，加油挣钱，肯定有机会。南风直接拎着桶进了屋里，阿虎也紧随其后。杀虫桶底下都是2大桶，是不是？你自己倒出来看看就是。老林，说实话，我这货都想拿到镇上去卖的，也就阿虎非说你人好，不会乱压价，我才拿过来的。既然阿虎是自己小老弟，那他自然有必要为他说2句好话。老林面上抽了抽，抬头刚好看到咧嘴在那笑的阿虎，顿时又多了一丝嫌弃。到500吧，光线好一些。就在里边，不行你开档。老林，以后我赶海的货都给你收，但你要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我卖了多少钱。老林没好气道。就你俩这样的还怕别人惦记啊？你俩不惦记别人就算好的了，而且光在海边捡能捡到多少？昨天的蛏子和今天的杀虫也是你俩祖坟冒青烟了。你要不答应，那今天早上你就当我没来过。懂得低调是好的，你俩小子也难得勤快了一回，这是好事。放心吧，我的嘴严实着呢。先称一下多少斤？多少钱一斤啊？这玩意早先我们这还不少，那时候几毛钱一斤，这都好多年也没看着有这么多了。大家偶尔挖一点，也带回家吃了。现在什么行情我也不清楚。先问价格，太低的话，你就是答应把萍萍嫁给阿虎，我也要你镇上卖。阿虎苦着脸看着南风。哥，我的终生幸福啊！老林掏出手机拨通了电话，连着打了好几个。市里有家饭店，说有多少要多少，价格他给的是61斤，我给你们55块，还有折特，再加上往返的成本，1斤我赚5块钱不过分吧？南风翻了个白眼，对方要是报的60块，他可以把眼珠抠下来当泡菜。58块，就这么低，快点称吧。老林心中暗喜，但面上还要装着一副懊恼的模样。你呀，就不能留一点利润给我，行吧？你俩好不容易干正事，就当提前支援2个无保护了。老林，你给我等着，迟早我要带着。不对，我让阿虎带着萍萍私奔。2桶杀虫比蛏子还重，南风留了有4斤左右，剩下的还有67斤4两。接过老林递过来的3900多块，南风发现自己的手居然有些微微颤抖。钱是存款大气味，3套房的他也没有这么因为进钱而激动过。南风拎着东西来到大哥赵平家。你拎的是啥？这是杀虫，半夜挖的，留一点你炒着吃，这个你也留着抽。还真是杀虫，好几年没见这玩意了，听说现在可贵，这么多咋不拿去卖？吃了多可惜。挖了不少，这是留的，我哥天天干重活，给他补补。赵平嘴都快咧到了耳朵根后，语气则埋怨道：家里有鸡呀，这玩意你还是卖了。还有这烟，我有，你拿回去自己抽。给你，你就留着。之后又拿出来一沓钱，看得一旁的2人眼都瞪圆了。南风啥时候这么有钱了？这是2000，2年时间，大哥给我肯定不止这么些。你是我哥吃点亏活该，多少就这么多。不要，那是我和你嫂子应当应分的，哪能要你钱？快收起来。阿荣则担心地问道：南风，这钱哪来的？夜里赶海运气好，碰到了杀虫哦，挖了有70斤左右吧，卖给了老林，我双手挣的放心收着。那你就收着，我们不要。哥，你要不怕我饭魂一把花了，你就再塞给我。赵平原本拒绝的话立马咽了下去。好，那我和你嫂子帮你存着。行，我走了。中午过来吃饭，我让你嫂子杀只鸡。好。哥，你咋才回来？南风点了800块塞给他，又把另一条烟拆开，分了5包。钱和烟拿着，回去睡。哦，那我走了。还有桶里的杀虫别忘了。知道了。下午吃过饭，南风来到镇上的海鲜收购站，他随便挑了一家便走了进去。你买鱼？看看，你这收货吧。南风这时才看清女人的长相，白净的娃娃脸，年龄大概与自己差不多。收的，你有什么货？杀虫多少钱一斤？要看大小，如果都肥的话，61斤可以收。虽然南风看着不像渔民，但他还是老实回答了。哦，那行，谢谢，有货我到时过来。要是好货，价格还可以谈。知道了，有货就卖你家，别的家我不卖。说罢，他笑了笑，女孩面上居然浮现了一层淡淡的红晕。现在的女孩真有意思，可不像10多年后，动不动就是小仙女，需要一座城堡才能去。从收购站出来，南风已经把老林的祖宗18代都骂了一遍，还说饭店就给60块，人家收购点开口就是60，自己真要是把货拿来，再讲价，65块人家肯定收，1斤少了7块，加一起3、400呢。南风回到家，老远看到家门口居然蹲了一个胖猴，稍近些才发现是阿虎。哥，你明天有事没？我姨丈家新买了一艘吊船，明天带着客人去海上钓鱼，还有2个钓位，我已经说好了，到时咱俩一起吧。南风面上一喜，不过下一刻又想到系统不给奖励，说不准用其他的渔具会空军，这样可就浪费了1天的时间。现在自己最缺的是钱，要是明天运气值好的话，他还打算赶海呢。也没有钓竿啊，我姨丈都有现成的，放心吧，不会有问题。明早几点？
要去的话，5点钟就要到码头。南风想了想，可以先答应下来，到时看运气值。如果够好的话，那就赶海；一般的话就去玩1天。那行，先答应着，到时万一不去再说。哥，还有件事，我奶叫你晚上去家里吃饭。我就不去了。你去吧，我奶今天收到800块又哭了，还说我终于懂事了。我说是你教的，她就叫我晚上一定把你叫过去。那行吧，傍晚我过去。那哥，你记得早点来。傍晚，南风来到了小卖部，打算买点东西，礼节不能少。南风，清早那些沙虫卖了多少钱？没卖，心情不爽，和老林价格谈崩了，我一气之下全部到海里了。他说的话，老朱连标点符号都不信。咋的？老林得罪你，打算到我这出气？别废话，给我拿1箱奶2瓶酒。旺仔行不？南风本想说随便，但看老朱提出来的盒子，鼻子都气歪了。老朱，你奶奶的敢卖我假货，信不信把你小店给砸了？你这是旺好牛奶。老朱尴尬一笑，口味和旺仔差不多，关键这便宜啊！旺仔1箱45块，这1箱只要35块。放屁！旺仔1箱45块，你最多赚5块，这1箱35块，你至少赚15块。算了，拿1箱和棋。箱子上写的居然是和棋王。有真的，我给你拿。老朱还真担心南风发飙，别人可能只是吓唬吓唬，南风是真打他呀。关键是传出去自己不占理，还白挨一顿揍。1箱和棋证你给42，2瓶酒25块1瓶，1集你给90块，80块，算是给你长个记性。行，碰到你这个活阎王算我倒霉。你卖假货你还有理了？南风啊，这不算假货，人家也是正规厂家的，保证喝不坏。阿奶，我来了。赵家小二来了呀，快进家坐。这不年不节的，你带东西算什么？酒呢？今晚留着喝的。这箱子饮料，你要是渴了喝一罐甜甜嘴。这得不少钱吧？你们赚钱不易，省着点花。知道了，阿奶。坐下等会，咱们马上就吃饭。哥，坐吧，我帮我奶忙的差不多了，马上就能吃。行，还知道帮你奶了，小子有进步。饭桌上，老太太不放心的问道：“南风啊，那个钱真是你跟阿虎一起赚的？”我俩运气好，昨天挖到了蛏子，夜里又挖了点沙虫。你要是不信，到码头问问，见着的人不少。信，咋会不信？老太太笑得眼尾纹都挤到了一起。您就放心吧，阿虎长大了以后他肯定孝敬你，就等着享福就行。结果一句话把老太太的眼泪水又给说了下来。老太太算是苦命人，人生4大悲，她经历了3个：少年丧母，中年丧夫，晚年丧子。好在还有一个孙子在身边，不然估计老太太的精神气肯定会受影响。奶，你咋又哭了？你放心，我跟着哥肯定学好。好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南风心中装的是，早上4点刚过他就醒了，他将系统面板给召唤了出来，结果看到运气值奈兰493+3，这还搞个锤子，只有3个点的幸运值也好，可以放心出海钓鱼了。哥，你起来了吗？两人来到码头，吃掉了阿虎带来的饭。南风将饭盒挂在老朱小卖部的门环上，反正只要丢了，他打算明天就找老朱赔个新的。哼，谁叫他卖假牛奶的？船开了近2个钟才到达钓位，大家开始准备下钓。阿虎，你这朋友手法挺熟练的。钱总，我叫赵南风，你叫我南风就行。南风，好好钓，今天看看谁首先破龟。谢谢钱总。蹭的是人家的船，总要说声感谢。刚钓没一会，阿虎的竿尖就剧烈的抖动起来。哥，我中鱼了。哟，好像是石雕，挺大个。哥，我先开张了，哈哈。又过了2个小时，其他3人也相继中鱼了，只有南风的鱼竿一点动静都没有。阿虎都看不下去了。哥，要不咱俩换位置？船在海上飘着，虽然有顶流气，但还是会动的。这跟钓位的关系根本不大，但到底还有风水一说，所以跟阿虎换了个位置。哥，我中鱼了。阿虎刚换到南风原先的位置，估计钩子也就到底，下一刻居然就中鱼了。南风那个郁闷啊，他也总算是明白了，自己的破系统就是个双刃剑，不用系统购买的工具，自己估计连海螺屎都捡不到一个。南风，你昨晚干啥了？是不是摸了不干净的东西？我看下午我可以睡觉了。下午阿虎运气依然很好，不到半小时，他又拉上来了一尾7、8斤的青斑。南风则直接摆烂了，反正扔下去提上来，虾就剩了头，索性省点饵料。第2天早上5点多，南风就醒了，打开系统看了眼，随即精神一振。我靠，今天的运气值比前天还好，居然有493+29。虽然只好了1个点，但前天的28个幸运值可是给他带来了近4000的收入。恰在此时，阿虎又跑了过来。哥，今早临时有人联系我姨丈出海钓鱼，他说你人好，就打了电话来家里问咱今天还要不要一起去。南风本能的想拒绝，不
不过转念一想，老是在海边贪图挖到东西，这也太生意了。就算他拿到镇上去卖，但海边人来人往，看到也毫不稀奇。阿虎，昨天我钓得太差，但我记着钓位边上不远就有一个孤岛，要不我跟船去那岛上赶海，你去钓鱼，到时间你们到岛上接我一下就行。我也是瞎钓，你要赶海，我肯定跟着你赶海。行，那就一起，带上家伙事儿快走，不能让人等着。钱总，又麻烦你了。你心地好，能够带着阿虎挣钱，不然我也不会叫你。又是近2个小时的海程，两人被送到了孤岛上。下午4点左右，你们就在这地方等我。两人看着船离去。你姨丈真是个好人。我奶也是这么说的。一人一个桶，一把沙铲，兵分2路。小岛本就不大，两人打算顺着潮间带转一圈。南风走了一会，沙滩边一块石头底下黑黑的一块引起了他的注意，还以为是趴着一条鱼，结果走近一看，我去，居然是海参，这个头还不小，应该有2、3两重。南风正要用手去捡，突然想到狗系统的尿性，还是拿出沙铲，用沙铲挑了起来。之后打开系统面板，只见上边功勋值依然变成了140。果然，之前的沙虫一个是涨了50点，现在这个海参又加了90，哈哈，可以买把铁锹了。看来今天的好运气就落到海参身上了。南风抬头望去，就看到了不远处一个的黑影。虽不知道这玩意的具体价格，但野生海参绝对算是高档玩意，捡钱真是一件快乐的事。也不知道阿虎这小子有没有捡着。虽然系统可以绑定工具人帮自己工作，但是对方捡到的东西并不给自己涨运气和功勋值，不然雇2个小工，一人发把铲子，我就可以在一边睡大觉了。狗系统真是一点空子也不给我留。等到南风再次看到阿虎时，时间已过了1个多小时，他也捡了有20来个海参。哥，你猜我捡到啥了？海参。啊，你也捡到了对不对？我捡到了16只，个个都有2两以上，纯野生的，发财了。南风虽然高兴，但在心中默算了一下，我俩总共加起估计在40头，一头算2两5，也才10斤。不对啊，看了眼系统的实时幸运值，518加22，居然还有22点运气值，应该还能捡到好东西才对。南风与阿虎又转了一圈，也没再发现好货。难道在沙里？说罢，南风又低头在沙里找了起来。片刻，就在沙滩上看到一个呼吸孔。果然是这样。南风迫不及待地落铲便挖，结果下一刻只挖出了一个花蛤。这玩意在内陆也经常吃啊，10几年后也才5、6块钱1斤。再看系统面板，功勋值才涨了1个点，幸运值也涨了1点。不对，肯定不是这玩意。哥，我刚发现这岛中间居然是一块平的滩涂，海边没啥东西了，要不我们去上边看看？行，那走吧。两人来到地方，发现这块岛的地形居然是 U 字形的，两边高中间低。当潮水涨到最高处时，水位会漫过岛边的礁石，从而冲进中间的低凹处。或许这就是这里面聚集泥沙的原因。还真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我去，哥，这沟边一排好像都是洞，看着像倾泻洞。阿虎明显要比南风看懂一些，所以看到洞后欣喜的叫了一声，就拿沙铲跑起来。南风听到有好东西，选了一个洞便挖了起来，没一会便挖到了水。他想了想，便伸手往里掏。听说倾泻家人很疼，他已经做好了被夹的准备。哎，这洞还真的不是，我勒个道，什么东西滑滑的？南风对于里面能是什么，他压根就猜不到。反正不是螃蟹。就在他犹豫要不要再来一次时，阿虎那边已经掏了出来一只类似于淡水中的那种马菇头一样的鱼。对于钓鱼人来讲，最烦的就是马菇头，贪吃不说还闹窝。不过阿虎手中的这一条可比马菇头大多了，有近20公分长。哥，是蟹虎！我操，这里居然有蟹虎！阿虎一脸的惊喜，将这一只扔桶里，他又掏进刚刚的洞里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这玩意一般都是一对。”果然，下一刻他又掏出了一只，比之前那一只稍小些。听到蟹虎2字，南风也大概知道些，此时也不害怕了，伸进自己刚刚挖的洞内，果然也掏出2只蟹虎，相较阿虎之前的那只还大些。哥，你说这些洞不会都是蟹虎洞吧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就发财了。不对呀，蟹虎一般都在咸淡水交界的位置，怎么这么一个小岛也有？说罢也不嫌脏，捧了一点沟里的水尝了尝。我去，这居然是淡水！一个四周全是海的小岛上，居然有天然的淡水。不过此时此刻也不是关心这些的时候，快点挖！哈哈，哥，我这个洞里掏出了3只，不对，还有1只，总共4只。2大2小，这是一家4口，被你一步端下。哎，这2口子也不知道多生几只。行了，别嘴贫，留着尽快点挖。洞有些深，每个洞几乎都要先来上几铲子，胳膊才能探到底。两人这是在跟时间赛跑，要是海水涨上来，那剩下的洞可就挖不了了。哥，挖不动了，好饿。因为是临时决定，所以两人只是带了水，压根没带吃的。南风更是早饭都没吃，硬生生坚持到了1点多。他严重怀疑自己现在低血糖了。阿虎刚说完，结果抬头发现海水已经快涨过来，当即又加快了动作。
哥，快点挖，海水涨上来了，亏大了，还有这么多冻煤桃。虽然很累，但听到海水涨上来了，两人皆是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奋起鱼涌开始干。终于，当海水灌到脚面的时候，南风的系统面板实时运气值也接近于0了，面板上的数值也来到了幸运值793+1，功勋值201点，解锁蟹虎鱼，系统奖励了60点功勋值。哥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要不我们往登岛的地方走，等船吧。行。两人来到了之前登岛的地方，好一会儿也不见船来。阿虎，几点了？4点半。你一仗不会把咱俩忘了吧？不会，回去想到连夜也会来接咱的。两人正扯着，远处一个小黑点露了头，往这边靠了过来。我天，居然还能捡到海参，这么大个！乾坤原本认为两人到岛上也纯粹是玩，没成想这居然还捡到了顶级的好货。海参呢？我看看。3个老板一听有海参也凑了过来。这家伙是纯野生的了吧？另一个老板也一脸惊喜地看着南风。南风听得出来，这人分明是想买。对于这帮老板来讲，并不差钱，就怕钱到位了，买到的还是假货。叶总，野生和养殖的其实很好区分。首先是个头，野生的大小不一，养殖的一批货几乎长得差不多。你看的这些海参，小的也就1两多，大的都快4两了。还有就是颜色，野生的颜色不均，而养殖的会是均匀的褐色。最后就看背刺，野生的受自然威胁大，所以它的背刺粗壮。这样说不明显，有时间你再到市场看看养殖的，差距一下子就有了。不知这海参是谁捡的？我哥捡的。小兄弟，这个卖不卖啊？叶总，这是野生的，您绝对放心。您看能给多少钱一斤？两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乾坤，对方沉吟片刻道：养殖的现在大概在60来块一斤，而且肯定买不到这么大个头的。野生的价格估计得翻1倍，这么大的价格肯定还要更高些。你俩一不行就到了码头看收购站出多少。乾坤不好直接说准确的价格，一是他不想看着南风和阿虎亏本，但又怕一口价定高了。叶总有意见，毕竟以后还想着成为回头客的，所以说的模棱两可，还是让双方协商最终的价格。小兄弟，我就好这一口，要不让给我151斤，你看咋样？南风心中一惊，这个价格很高了。他心中理想的价格是110斤，毕竟这是05年，不像10多年后动不动300、400一斤。行，叶总你开口了，肯定卖给你。两人同时浮现了笑意，都认为自己赚到了。老叶，明天我上你家打秋风，炒一盘。行啊，老刘你也一起，明晚我们好好喝一杯。小兄弟留个电话，以后有稀罕玩意尽管联系我，价格保证不让你吃亏。小弟感谢叶总的支持与信任，到时有好货一定先给您过目。南风，今天我的船要停在镇上的码头，明天要保养，我家有摩托车，到时你跟阿虎要不骑车回去？没多远，我们走回去就行。谢谢钱总。众人来到钱总家称海参时，南风挑了4只留下，剩下的过秤还有8斤7两，总共1305元。叶总，算整数吧，就1300。叶总也是爽快的人，二话不说数出13张红票子。南风，有好货你可一定联系我。行，钱总用了2次船，我也不好意思，这4只你留着尝鲜。说了今天是奖励你。钱总，咱也不是一锤子买卖，你要是客气，那以后我也不好再求你带我出海，况且这是我捡的，又不是花钱买的。哈哈哈，南风，你以后肯定有大出息。一旁的刘总听了这话，心思一动道：南风，你人好又会讲话，我公司缺个销售主管，要不来试试？乾坤双眼一亮，南风不知道刘总是干啥的，他可是知道这是大老板，跟着这样的人以后前途肯定不可限量。谢谢刘总赏识，我这个人懒散惯了，可别到时坏了你好事。我现在这样挺好的。见他婉拒，刘总自然不会再坚持，倒是乾坤心中为他可惜，多好的机会。谢绝了乾坤留饭，他与阿虎提着桶便走了。出来后，他直奔之前问的那家收购站，刚好在镇上，看能不能把蟹虎一起卖了。哥，那里有卖海蛎煎的，你去买2个，咱垫。估计回去你奶也吃完饭了，咱买点卤菜，再把你敲的生蚝煮了喝酒。阿虎答应一声，便往那边跑去。南风则来到了收购站，可惜不是之前那个很白的姑娘，而是一个30左右的男人。之前的姑娘怎么看也才20岁左右，这是他男人，看来还是一个老牛吃嫩草的。老板，蟹虎收不？收。恰在此时，2楼传来一个声音：哥，妈让你上楼吃饭。不急，有人卖货，我收了。卧槽，哪来的这么多？挖的，纯野生，个头还都不小。这个要挑一下，2两以上的我能给到85，2两以下的统一算你60，怎么样？老板，价格我不知道高低，回去也会打听。卖见了，咱就是一锤子买卖，价格合适，以后我有好货全给你。你是昨天过来问杀虫的吧？对，前天挖到几10斤杀虫卖亏了，昨天来问，感觉你这价格合适，所以今天有货就提过来了。我叫陈东，我这边的价格绝对公道。这样吧，
咱首次做生意，我全给你加5块钱1斤，再多我也没利润了。行，那就按你说的，现在开始挑。对了，野生海参每只2两，能给啥价格？如果确定野生的，我能给到130左右，你有？就捡了2、3个，送给一个长辈了。野生的海参现在海边几乎看不到了，能捡到2、3个，还那么大个头的，运气已经算很好了。挑拣过后过秤，大的有21斤，小的则有17斤，总共2995块。对方也很痛快，直接数了30张红票子，也没让他贴那5块。最后叮嘱南风兄弟，以后有好货尽管拿过来。清早，照例打开系统，看了眼幸运值794+19，不好不坏。要不要买一把铁锹？这玩意有啥用呢？好像与沙铲的功能差不多。算了，还是先攒着吧。南风，这是要去哪儿？村里的大妈们就是喜欢问东问西的。去码头吃碗面。南风走后，几个大妈立马有了新话题。小卖部老朱看他经过，好奇地问了一句：“南风干啥去？”那去彭老六家吃牛肉面。走走走，一起。老朱面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，有抽自己嘴巴的冲动，抬手点了点南风，随即又再度笑了起来。两人勾肩搭背的来到了面馆。老板，来2份牛肉面，多加牛肉，多加面。你每次都说这句，彭老六会多给你。老朱觉得南风就是图个嘴上痛快，但当两人的面端上来时，明显感觉到南风那碗肉更多一些，他相当不满。老六，我们天天在码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凭啥他的比我多？老朱，人家1月光顾我面摊10回，你10个月光顾我1回，你说我该多给谁？还有啊，我每次去你小店买东西，你也不说看咱是邻居的份上给我优惠个1毛2毛的。哈哈哈，老朱就是个奸商，你这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吃饱后，南风溜达着来到大哥家里，看到大嫂一个人坐在门口。嫂子，我哥呢？去山上了，昨天去看了眼，说是那几颗芒果能摘了，今天带着东西就去了。那我也去看看。不用你忙，也没多少，你哥估计一上午就差不多了。见南风没接话，又说道：“你要是真去，就带1壶茶，你哥走时给忘了，这大热天的。”成。将近中午，几乎也就摘完了，帮着大哥把芒果全部挑下山。坐下休息时，南风发现自己的功勋值居然又涨了，虽然只涨了10个点，但也足以让他高兴了。这幸运值居然没有变化，这倒是奇了。接下来咋搞？我叫了一个小货车，县里有做芒果干的厂，他们收，就是不知道今年行情咋样。去年1斤2块6，价格就很好。没一会儿，小货车来了，司机叫涂敏，也是本村的。哟，南风也帮着上山摘果子了，体验一下。呵呵，大哥，你要是累，我跟着去卖，刚好我打算到县城去看看。涂敏心中嗤笑，呵，还以为这南风改姓了呢，原来在这等着，看来是想把卖芒果的钱给吞了。赵平肯定不会答应，就算赵平答应，阿荣也会拒绝。没成想，阿荣当先开口道：“行，那就辛苦一趟南风，你个下午在家刚好把菜地给翻翻。”看到涂敏张大嘴，一脸的不可思议，南风没好气道：“走啊，热死了。”到了工厂，结果刚好看到有人在吵架。你就是个打工仔，老板可是我表侄子，信不信我揍死你这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？一个50多岁的男人指着一个年轻人的鼻子开骂，年轻人面上一阵青一阵红，但语气还算平和。老叔，你这个芒果当着面检查的，很多都是坏果，我们收过来也。你哪只眼看到坏果了？你就是故意为难我老人家，是不是认为我没给你回扣啊？好，你说你要多少，我给，你敢拿吗？狗东西！另一边一个中年人蹲在边上看着，不时的擦着额头的汗，一脸的急色，看来也是来卖芒果的。大哥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老头好像是这老板的亲戚，送来的芒果都是掉地的。采购刚开始说不收，见老头闹得厉害，就说价格折半，老头也不乐意，所以就吵上了。芒果只要掉地上，一般就算是熟过头了，外表看或许没啥，里面肯定已经黑心或烂心了。多久了？吵了有半个小时，一直僵着呢，急死我了。又过了一会，南风也急得不行，他想了想，走到涂敏面前。老涂，那个采购你知道叫啥名不？名字不知道，只知道大家都叫他秦经理。那你知道小混混啥样不？干啥？涂敏不解道。你就说你知不知道？这有啥不知道的？斜叼着烟，摆手抖腿，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就像你这样。南风面上抽了抽，随即压低声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。这行不行啊？别到时把秦经理也得罪了。试试吧，太热了，不知道得等到啥时候。涂敏吃肥更怕热，这会儿汗如雨下，巴不得快点弄好，也就不再坚持。南风又走到那个中年大哥面前，在他耳边低语了2句。见涂敏把车子停远，走了过来，南风点上根香，斜叼着走到了争吵的2人面前。闭嘴！闭嘴！一声吼，那个老汉吓得一激灵，果断闭嘴。南风则快速地向秦经理眨了眨眼，才开口道：“小秦啊，你们老板呢？”秦经理有些懵，看了眼南风，又看了眼南风身后跟着抖腿挎腰的胖子，
这人倒是有点印象，经常给厂里送货。不过他还是开口回道：“老板今天没来厂里。”告诉你们老板，老是躲着也不是个事。这厂子建好也4、5年了，当时没钱找我哥借的时候，我哥可是一句话没说。这到还钱的时候，天天见不着人几个意思，该不会是刻意躲着吧？对方能干采购，自然心思转得快。这回也明白了，这是给自己解围的。秦经理立马露出一个巴结的笑容道：“王总哪能啊，我们老板是真有事，要不你再宽限几天。”旁边的老汉听到两人的对话，嘴巴张得老大，还以为自己表侄开个厂多风光呢。乖乖，原来是个空壳子，还欠一屁股账。吃惊过后，老汉面上居然浮现了淡淡的喜意。人性嘛，很难说，怕你过得不好，又怕你过得比他好。宽个锤子，天天宽限。我哥让我今天来，就打算带点东西走，不用点手段。你们还一直拖。说罢，看向旁边的一车芒果，对涂敏道：“去把那车芒果给结了，就当是今天咱哥俩过来一趟的跑腿费。”这不是徐老板的，这是我的，他们还没给钱。之前那个中年大哥语气中带着惧意，一把跳上驾驶室，开车就跑。南风随即又一指旁边的驴车，还没等说话，老汉浑身过电一样，立马说道：“我的，这是我的。我来的时候可是听到了，你说你是老板的亲戚。”那么拿你的也合适？不合适，不合适。我和这里的老板没关系，真没关系。小秦，这老头是不是你们老板的亲戚？你说一声，是的话，这车货我就留下了。秦经理此刻也明白南风玩的是什么，强忍着笑面上却是露出为难之色。老汉见他犹豫，赶忙道歉：“秦经理，刚刚我就是放屁，你可千万不能当真啊！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不卖了，我这就拉回家。”秦经理心中畅快极了，但又怕戏砸了，叹了口气道：“这老人家和我们老板毫无关系。”你们别为难人家。不对，我刚刚分明听他说是你们老板亲戚。我嘴里抹了鸡巴巴胡说的，你千万别当真。秦经理护在了老汉车面前，回头对老汉道：“快点走。”老汉驾着车一溜烟的跑了。秦经理没忍住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兄弟，还是你有办法。这年头横的怕愣的。秦经理，您是斯文人，对付这种泼皮肯定不好办。这话说的也极漂亮，一句话就表明，不是自己比你更有能力，而是你是斯文人，不屑采用这样的办法。而身后的涂敏则心中暗骂：“奶奶的，流氓不可怕，就怕流氓有文化。之前听说南风用50块挑的赖林两家媳妇打架，本以为是扯淡的，现在来看就是这家伙设的计。总之还是要谢谢你帮我解了围，你也是来卖芒果的。”对，秦经理放心，清早我和我哥一个个捡下来的，一个落地果都没有，缺的是我们不干。老涂，快去把车开过来，别耽误秦经理时间。秦经理验过货后点点头：“兄弟，今年的行情是2块7毛3，比去年稍高一点点，但今天也是多亏了你。你和这位大哥的货，我按3块1斤收，再多我也不好交代。”好说好说，您别为难就成。总共1105斤，卖了3315块。拿到钱出来后，他对涂敏道：“先别回去，我给你加40块，去市里一趟。”你该不会真拿你哥卖果子的钱跑路吧？这我要带你去，我不成帮凶的吗？滚蛋！3000来块，又不是300万，我跑个锤子啊！快点，但愿那边没关门。到了市里也才3点多，南风先找了家银行，全部身家5100多块，他办了张卡，存了4600块，总得留点在身上零花。弄好之后，又向人打听了证券交易所的地址，让老涂开车过去。你到底要干啥？放心，不会少你1分钱，在这等我就行。最迟1个小时我会出来。到了交易所里，他先开了户，查了下毛酒适时的价格，现在一股大概在10.09元，毫不犹豫的买了4手，花了4000多点。要知道10几年后房价涨个20-30倍顶天了，而毛酒可是足足涨了180倍。现在的10.09元一股，到以后的1800多块一股，太疯狂了。可惜现在的资金有限，要是能砸个几10万来买，那还真就能躺着等升值了。搞定出来之后，又对涂敏说道：“找一家网吧。”我天，你还有完没完？太耽误事了。要不你现在回去，我等一下自己坐大巴回去。涂敏被噎了一下，现在回去以南风的尿性，估计去县城的50块都不会付，只得乖乖带南风找了一家网吧。你快点啊！很快，最多半个小时。他走进网吧，打开电脑，直接在网站上搜索域名注册服务商，接着就开始注册网络账号。这些他全部填写的实名，就怕到时有人想买联系不到自己。注册一个域名的费用是35块，他边想边注册，直到提示交易失败，自己卡里的余额不足时，他这才满意的退机出了网吧。现在能回去了吧？走吧，开快点，不然到家天该黑了。现在你知道急了，早干嘛的？对了，回去别说我们到市里来了，就说是有人闹事，我们排队排到现在。说罢，南风从口袋掏出一张红票子，递给涂敏：“多10块不用找了，也确实耽误了你一下午。”涂敏咧嘴一笑：“敞亮。”另一边家里赵平急得不行，早知道就不让他去了，这又是咋了？可别路上。话没说完，
就在自己的嘴上抽了一下，又连着念了几句妈祖保佑，妈祖保佑，妈祖保佑。阿荣心中也急，这小叔子该不会又不靠谱起来了吧？不过他还是出口安慰道：“不会有啥事的，兴许今天卖果的人多，他们一直在排队呢。”对，去年我也排了半个小时，今年说不准更多。话刚说完，双眼立刻亮了，因为他看到远处行驶过来的车子。咋搞这么值？今年厂里价格给的不错，所以卖的人多，多排了一会儿，总共1105斤，3块钱一斤。嫂子，你把钱点一下。价格这么好，没啥好点的，你说多少就是多少。赵平面上欣喜，阿荣倒是接过钱点了起来。点完之后瞪了眼自己男人，这才道：“车费你垫付的吧？还有今天你也帮了你哥一天，总共一起算200行不？”车费给我，其他的你们装着，别提供钱。南风怕拉扯，索性直接跑了。赵平跟在身后边撵边道：“钱不给，你过来吃晚饭啊？”不用了，我晚上还有事。晚上和阿虎约好去捉螃蟹。南风打开系统看了眼，目前的功勋值是211，正好可以兑换2把铁锹。今天索性全对了。哥，绑螃蟹的绳子我带了100根，够不够？阿虎见屋里亮着灯，直接推门走了进来。把螃蟹当杀虫了呀？一晚上挖100只，咱俩得累死。南风没好气的对了一句。阿虎低头看到2把新铁锹，问道：“哥，你刚刚去老朱那里买的？”不是，之前去镇上买的，想着能用得上。哥，你想的真远，马屁都不会拍，要你何用？嘿嘿，哥，咱去哪儿？赖包昨晚在哪挖的？不知道，码头上不少人问，但他没说。不过来之前我奶说，青蟹带在咸淡水交界的地方，刚好那天咱挖沙虫再往西一点就差不多。他主要是怕我们晚上钻红树林，上边容易爬蛇，很不安全。行，就去你说的那里。来到地方，南风和阿虎人手一把铁锹，开始找蟹洞。南风看了眼旁边有个大石块，石块下还有一点点水，他用铁锹伸过去划了一下，结果下一刻一个大钳子直接夹住了铁锹。哟，还真有，以前也看了不少赶海的视频，这倾斜的钳子很容易掉，一掉就不值钱了，我得小心一点。南风犹豫着，咬咬牙，探手进了水里，随即他便碰到了螃蟹，小心的双手控制住对方的大钳子，结果下一刻他呀了一声，猛地缩回手。哥，里面啥情况？里面有2个是对蟹。他可以确定自己摸着了螃蟹的2个钳子，那么夹他的肯定是另一只螃蟹。哥，要不我来？不用，想成为一个合格的赶海人，总要迈出这一步的。南风再度摸了起来，没一会他一手一只将2只螃蟹给掐了出来，一大一小，大的一只他单手掐着都费力，小的那只倒是很轻松。哟，老牛吃嫩草啊！当南风拿起绳子才想起，虽然准备了绳子，但是他不会绑啊，没办法，只能找帮手了。阿虎，这个你会绑不？哥，我来，我会。只见阿虎3两下就把2只螃蟹全都捆好了。南风趁着这个时候打开系统看了一眼功勋值，因为抓了螃蟹，原本已经只剩1点的功勋，这一会又涨到了71点，真是美滋滋，又能涨功勋值，又能赚钱，这小日子不要太好。哥，不能这么装，桶底下的会被压死。要是带着蛇皮袋就好了，还有绳子也不怎么够了。南风想了想，拨通了大哥的手机。但愿这么晚他没有睡时，响了好几声，才有人接起，带着浓重的睡意声音自己打来。喂，是哪个？这么晚来电话？